小时候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面出现过类似平板电脑的画面。2010年 iPad 诞生了。那么，曾经出现在无数电影的未来虚拟世界，是否也会在不遥远的未来到来呢？最近有一个词在各大媒体报道里一直出现，元宇宙 （Metaverse）。到底元宇宙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尤其是对房地产这方面的需求。这一集我们一起来探讨元宇宙会如何影响房地产未来的走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 Lavender， 这是某男。我现在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最流行、最火的一个词是什么？噔，那就是元宇宙 （Metaverse）。那个缘由从谁开始呢？那就是 Mark Zuckerberg， 我们的脸书爸爸，他最近发布了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就是把 Facebook 的名字换成 Meta， 展示了公司未来要往元宇宙发展的雄心。自从 Mark Zuckerberg 他宣布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各大媒体都闹得沸沸扬扬，然后有些也可能担心，有些有买房产或者不管是商业还是自住也好，他们也在担心啊，现在跟我说虚拟世界里面也可以买地来保住我们的资产，那我是应该买元宇宙里面的房产来保住我的资产呢，还是在现实里面？那这个我看大家都有这些疑问，我们都有这些疑问。对。其实这个元宇宙概念呢，已经是孕育了好几年了，特别是在这个游戏界这一方面。所以现在的一些游戏，我看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有名的游戏，例如 Roblox、Decentraland 还有 Sandbox 这些，他们都是属于元宇宙。对，就每一个游戏都是一个元宇宙。这些玩家现在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小小的一个元宇宙呢，可以有一些社交。人们为什么现在开始突然之间很正式的去把元宇宙看成是一个未来概念呢？是因为 Mark Zuckerberg 呢想要做一个虚拟的工作平台，就是叫做 Horizon Works， 就是让大家以后呢都是可以登录一个虚拟的工作，就你的工作也可以在线上完成，有你的一个工作的小宇宙了。那为什么过后游戏才被称为元宇宙呢？跟工作什么关系呢？就是当人们看到，我可以到虚拟世界去把我的现实生活里的工作去做的时候呢，那人家就会开始联想了很多东西。竟然你要去到虚拟世界去工作的话，那你在虚拟世界也要去 shopping 啊，你也要去玩游戏啊，就全部东西都突然间连接起来了。一直以来，我们的这个人类的每一次有一个革命都是从工作性质的改变而开始的嘛。我们先回到去我们以前农耕时代，以前一开始我们的工作就是农耕嘛，对，然后突然之间发明了机器，来可以对，就机器可以取代人类在农田工作，然后呢，工厂又在发生革命了，就是工厂里的机器是由电脑去取代我们人类去监控。然后慢慢越来越普及化嘛，然后接下来呢，慢慢的因为这个电脑呢，在我们人类工作上开始普及了，就 IBM 的那个时代啊，对，然后慢慢呢就来了这个 Bill Gates 的这个微软公司 Microsoft 就出现了个人电脑，然后接下来呢又在发生有了电脑呢，又出现了这个互联网。有了互联网之后呢，然后我们一开始从要插线上网，然后到现在的宽带上网，然后2G、3G、4G、5G 这样子一路走下来。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农耕时代到现在，就每一个革命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方便。所以我们的发明都是通往比较对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而开始进行变化的呀。对。人类就是追求方便，对，就是懒。所以这一次元宇宙会真正的被大家所重视，是因为 Facebook 是想先透过工作来让大家先接触了这个元宇宙。因为现在新冠疫情很严重嘛，然后过去那2年时间里，其实很多的人都初次尝试了居家办公。从一开始有一些人抬测怀孕，到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其实居家办公是蛮好的，不需要去上班的话，你就节省很多的交勤时间，然后你也可以更灵活的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企业公司这方面呢，也以前比较怕，就是可能每天都需要看到员工来报道，坐在那个 desk 那边桌子上，然后才会
觉得你是有来上班，你是有工作，然后如果没看到你，可能他就比较怕你偷懒还是什么的。但是慢慢的企业发现，就是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挺不错，就是该做的事情都有做，但是呢，他们呢就可以省下一笔办公室的运营费用。所以呢，元宇宙接下来的10年的发展，我看成就是它会先在这个工作环境那边得到一个普及化，然后慢慢的再从那边发展出别的一些商业机会。其实整个元宇宙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嘛。根据那个英伟达的老板王仁宇先生话，他就说过了，其实这个元宇宙呢，它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网络的3D 版本。就是大家如果先把这个现在我们每天上网的这个 HTML 这个东西看成2维的东西的话，元宇宙呢其实就是一个3D 的东西，就是有一种让你有沉浸在里面的一个整个感觉。就是如果大家能够想象一下，以后呢我们的工作环境可能是这样子的，早上起来就是戴上一个很薄很薄的眼镜，这是真眼镜，对，然后你就登录了呀。比方说你的公司用的是 Facebook 的 Horizon 工作平台，然后你登录了，然后你就可以见到你世界各地的一些同事。以后的这个 YouTube 可能发生的就是你仿佛就坐在我的前面，然后我现在在跟你诉说这些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有那种现场体验感。那还有眼神交流吗？对，就还有眼神的交流。然后呢，就下班了之后呢，你就讲到自己想要去网购一些东西，又重新带上那个 VR 进入了 Amazon 的元宇宙购物。但是就是不是那种现在我们这搜寻一个东西，然后这样子拉去找，可能就是很有那种实体店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想看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那种触摸去打开每一个function这样子去检查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下单，穿在身上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有这种体验感。然后你就下单嘛，然后下单了之后，你的商品呢 ，Amazon 呢就会用这个无人机来送到去你的家。可是元宇宙的 Avatar 能制造的那么逼真吗？直到我们的3维，可以啊，我们的颜色、肤色。现在来说呢，你可能就是很难去想象这一个东西，就好像10年前你很难去想象这整个智能手机能够为你带来生活上的什么方便。那么在初步的了解了元宇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这整个可能发展的方向去看一下元宇宙呢以后到底会对房地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首先大家可能就会问，那我现在是要投资现实世界的房地产呢，还是在元宇宙里面的房地产，对吧？那其实两边都是有投资的价值的，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整个元宇宙的数码房地产呢是有一点偏向于泡沫的现象，价钱太高了，被炒的。就是最近刚刚在那个游戏地看加land那边，然后有一个买家以$240万买了一块虚拟的地，但是重点是你在这个虚拟世界买地是不可以贷款的，暂时现在是没有。那刚才你是在说元宇宙那块地涨价了吗？对啊，就是已经卖到这个价钱。当然，风险越高，回报越高，这个是就是有可能会在这一笔交易里面发生。但是从大家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些冲动，然后跟风的一些投资。但是呢，从现实的这个房地产这边来看呢，就我们能够看元宇宙它会怎么样影响在现实世界的房地产的走势。那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商业地产这一块会有非常大的打击。就其实打从那个新冠疫情来了之后呢，其实整个商业地产的行业都不太好了，因为这个远程办公嘛，再加上有很多企业也倒闭，所以呢就变成就在美国那边呢，他们最新的这个季度，他们的这整个办公楼的空置率是达到12%的，所以这整个商业办公楼受影响是很大。另外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零售地产，有点像我之前新冠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得出了，就整个银行业他们会选择关很多的他们的店家。我男友跟我说过，那时候疫情刚发生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你看着吧，他说这街上的那些银行会倒闭，就是会关门，就是不需要那个实体店了。对，然后结果发生了，一间一间都关门了。
对，就人们已经习惯了在 online banking， 所以也不再需要有这么多的这个门店，那他们的整个费用就可以相对减少。当然就是此消彼长嘛，这些商业办公楼还有零售地产的下沉呢，就是促长了另一方面的需求，就是数据库。元宇宙里每一样的这些数据呢，都是不要被储存下来的。以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影片来去跟大家分享，我们身为一些普通人可以怎么样的有机会去布局到数据库、商业地产。从住宅地产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元宇宙的到来也会令到人们会对住房的需求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就人们会想要有一个更宽裕的空间来生活。大家有看 Iron Man 钢铁侠，就是你的这些工作都是虚拟的影像展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的房间是非常窄小的，可能整个头像都头像不出来。哦，是啊。对啊，你就看这样子看。如果元宇宙普及化了之后呢，大家就不再真的是要去到大城市那边去工作了。以前很多的人都可能要离乡背井的去到大城市工作，或者是甚至从这个国家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寻找工作的机会。但是有了这个元宇宙之后呢，你只需要登录上元宇宙，就现在哪怕这个 Zoom 也是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它没有那种真实感。其实这一个趋势呢，自从这个疫情之后呢，也开始看出了一些端倪的。就在我们澳洲墨尔本有一个区域叫做基隆 Geelong， 它其实离墨尔本市中心有75公里这么远，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域，就是它是靠海的，然后其实那边很多的房子都能够看到这个海景，周边的设施其实也基本蛮完善的。但是就是因为它离市中心有75公里，所以之前呢，它的房价的涨幅是比较缓慢的，不是说每涨就涨得比较缓慢。但是呢，因为自从疫情有了这个远程办公之后呢，那边的房价突然之间就暴涨了，这也是充分的体现了未来的这个趋势也会往这样子发展。如果大家以后现在是想买房子的，大家不妨去留意一些符合这样子条件的区域，这类的区域的房子可能它的价格比较亲民，没有像大城市这些房价这么贵，但是呢，它有一个很优美的环境，然后周边生活的设施都很方便，其实基本上10分钟、20分钟开车，你就能够把你生活上的一些消费服务需要的东西都给办了。但是重点呢，这些区域呢，它的网速必须要很好，因为元宇宙呢会对这个网速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以后国家跟国家拼的呢，可能也是拼整个网速的基建。就如果你的国家它这个网络不好，就是我上网是一直卡机的话，所以这些国家可能人们更不愿意待了的。另外呢，从房产开发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元宇宙其实也有它的非常好的优势。就现在可能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尤其是买这种期房还没有建的房子，心里面会或多或少的有所保留，比较担心你所能看到的就是图纸，看一看这个展示房，就比较担心我买的这个房子以后会长成什么样的，你是比较难想象得到的。但是如果有了这个元宇宙之后呢，其实以后这些开发商可以先在元宇宙那边模拟把这个整栋楼都建好，然后呢，客户只需要带上 VR 登录那个元宇宙，甚至可以仔细到每一个户型、每一个楼的每一个朝向，他都能够去感觉得到，客户也能够更容易的下决定。然后开发商也可以通过在这个元宇宙先把这栋楼造好的时候呢，能够看到，如果它真的在施工的话呢，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提早的找出问题，然后或者是能够怎么样最大化的节约成本，因为你懂了怎么样的去建造，还有节约时间。对，英伟达现在他们的这个新的总部大楼叫做 Voyager， 其实它已经是在这个元宇宙虚拟世界建好了。就当时他们就是说，你只要带上那个 VR， 你就可以在整个新的楼的每一个角落走完，然后就去看一下哪里需要跟进的，然后就把这些资料就传输到去现实世界里面。对，所以现在呢，那个英伟达也用这个技术呢，去帮助很多国际大企业呢一起合作。就像宝马 BMW 宝马，对，就英伟达呢，它其实在帮宝马在元宇宙呢建立了一个多达600万 square foot 的一个工厂。就在这个元宇宙的宝马工厂里面呢，宝马可以想要对它车子进行任何一样测试都没有问题。就
撞了就撞了呗，因为在元宇宙嘛，又不是撞真车，撞没东西。对啊，而且空间很大嘛。然后呢，他们的在元宇宙这边的这些机器所得到的数据，会实时的把这些数据传输到他们现实工厂里面的机器，提高他们整个生产车的整个过程。所以这个元宇宙呢，其实对这个开发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对消费者也好，就是他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得到他想买的这个房子。至少这次是货真价实了，对，没有那种烂尾楼了，就是会大大的减少。对，就是如果盖出来的楼跟模拟大楼里面货不对版，大家至少也有一个实凭实证，可以去告他了。们了。因为全部都黑字白字做出来了，就你都可以登录回元宇宙，哎，我看的是这样子哦，你这么盖起来是这样子。Come along.